Hello Hello， 胖妮儿来喽！继续跟胖妮聊剧看人生，订阅胖妮，更新不迷路。《甄嬛传》中的各位妃嫔在送礼方面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，不管是古代后宫还是现代社会，送礼物都是常见的社交手段。像皇后把礼送给谁，送什么，会围绕着皇上的心意打转。比如甄嬛承宠，她马上送去白字被；纯儿承宠，她送去一些鲜亮的衣服和好吃的美食。华妃送礼最会看人下菜碟，给太后的礼力求贵重奢华，一出手就是西北墨狐皮做的大氅。太后赏了她金步摇之后，她花万两白银回礼。对于自己看不上的余莺儿，她懒得费心思，随手给一个二手玉轮，也能让对方感恩戴德。而针对让她恨之入骨的甄嬛，便以印有西岩花色的蜀锦做赏，暗含诅咒。之前胖妮说过，甄嬛是后宫最会送礼的人，除了把菊青送给安陵容这件事做得欠妥之外，她无论是送人还是送物，都能送得恰到好处，事半功倍。最悲催的是安陵容，因为家世寒微，她刚进宫的时候自己都没什么好东西，更别提送礼给别人。待到承宠之后，她送过甄嬛浮光锦，也送过皇上寝衣，但是明明她送的都是自己能拿出手的最贵的礼，却每每因此而受了最重的伤，这究竟是为什么呢？以送皇上寝衣这件事为例，这件寝衣耗费了安陵容很多心血，制作寝衣所用的布料是她能拿到的最好的布料，制作过程中从裁剪到缝制再到刺绣，她更是反复确认，力求完美。尤其是安陵容的绣工更是美妙绝伦，绣出的龙栩栩如生，宝娟看了都要感叹，小主绣工真好，绣院里最好的绣娘都比不过小主呢。可是皇上贵为天子，会缺寝衣穿吗？皇上的身边缺的难道是一个绣娘吗？当一件寝衣仅仅是寝衣，其中没有蕴含其他方面的价值的时候，可替代性是非常强的，皇上自然不会太珍惜。再看甄嬛送的寝衣，表面上来看，这件衣服虽然料子好一些，绣工却明显比不上安陵容的，两者实际价值不相上下。但甄嬛送的寝衣中蕴含着独特的情绪价值。纯儿承宠那天，皇上到碎玉轩和甄嬛玩角色扮演，皇上扮的是富贵人家的公子，甄嬛扮的是一个小娇妻。皇上下棋输了，被罚抄写诗词，作为补偿，甄嬛这个妻子为夫君裁剪这件冬衣。当时甄嬛手中正在做的就是后来送到养心殿的这件寝衣，穿上安陵容送的寝衣，皇上只能感觉到暖和；穿上甄嬛送的寝衣，皇上想到的则是那日在碎玉轩扮演富贵人家公子的甜蜜与温馨。正因为这样，皇上才说什么人送什么衣服，才会夸甄嬛最是贴心。不明就里的安陵容从纯贵人那听到一言半语，就以为皇上真的是嫌弃她做的衣服布料不好，小家子气。而顺着小家子气这一点追溯下去，又会涉及到她无力改变的出身问题。因此安陵容会更觉得受到羞辱和伤害，会因为走入死胡同而绝望。如果安陵容能明白皇上更喜欢甄嬛送的衣服，并不能说明她送的那件就不好，只是因为甄嬛在背后付出了更多的努力，在其中加入了不可替代的情绪价值，或许她就没那么意难平了。安陵容承宠之后，皇上赏了她5件浮光锦，她送了皇后、华妃各1件，自己留了1件，给了甄嬛2件。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，想要达成什么目的，在分配浮光锦这件事的排序上，安陵容把甄嬛排在了自己前面。类似的事情在甄嬛身上就从来没有发生过。像送安陵容下人这种事，她绝不会送最得力的锦汐，只会送看起来憨厚的菊青。送食物、炭火也都是在保障自己宫中用度的情况下，拿余下的部分做礼。送衣服首饰也不会把最心爱的拱手让人。送孩子更是在权衡利弊，确认对自己和孩子都有利的情况下，才把胧月给静妃。爱自己胜过于爱别人，是人的本性。甄嬛送礼首先顺应自己的本性，所以她不拧巴，对于送出去的礼也不抱有太大期待。相较来说，安陵容的做法是反人性的。承宠之前，她的生活有多么窘迫，到园子里唱歌穿的那身衣服
还是甄嬛借给他的。长时间生活在这种极度困窘的环境中，安令荣对于一件好衣服的渴望会远远大于甄嬛。那2件送出去的浮光锦，在甄嬛眼中只是料子还不错的衣服，对于安令荣来说，却是他宫中最值钱的东西，是他的体面，是他做出的伟大的牺牲。正因为如此，当他知道甄嬛随手把浮光锦赏给了浣碧的时候，才觉得那样不可接受。当然，胖妮并不是说甄嬛赏浣碧浮光锦这件事没错，只是如果安令荣能像甄嬛一样，在送礼的时候把自己排在首位，给甄嬛1件浮光锦，自己留2件，那么后来面对穿着新衣招摇的浣碧，他心里是否能好受一些呢？送皇上寝衣也是如此，皇上又不是没有寝衣穿，既然生病了，就好好养病嘛，病好了再做也不迟。皇上又不是那种闲得有时间研究衣服花样的人，大体上修好了就行了，何必缝了又拆，拆了又缝呢？因为安令荣是在忍着病痛，熬着心血，不顾自己健康的情况下做好了寝衣，所以他才会特别在意皇上对这件衣服的态度。如果那件寝衣是在他闲来无事的时候缝着玩的，之后再轻轻松松送给皇上，那么纯儿说皇上要把衣服上的花样剪下来给他的时候，这话纵然刺耳，也不至于万箭穿心。说到底，安令荣送礼还是送得太重了，重到他自己不堪重负，重到只要别人没给他想要的反馈，就会伤心绝望，万念俱灰。全剧中，安令荣送礼送的最好的一次，就是在甄嬛被猫抓伤之后，他送去舒痕胶。当时的甄嬛最在意自己伤口是否能愈合，舒痕胶效果明显，不可替代性强。且安令荣通药理，善于配药，配一盒舒痕胶对他来说是顺手的事儿，远不像带病给皇上做衣服那样历程艰辛。但遗憾的是，安令荣这次送礼目的不纯，表面上为甄嬛好，实则为毒害他腹中的孩子。其实何止这一次，在前面2次送礼时，安令荣也都是带着目的的。送甄嬛浮光锦，一方面为凸显自己的知恩图报，另一方面也为在甄嬛面前争气一次，挺直腰杆。送皇上寝衣，甄嬛的理由是皇上待我这样好，我也要待他好。安令荣则是因为从圆明园回宫之后甚少被宠幸，要借寝衣刷一波存在感。当一个人在所送礼品中夹杂着一些私心和目的的时候，收礼的人是很容易感觉到的，这会让对方很不舒服，礼品的价值也会因此而打折扣。这样看来，送礼看似是一件小事，其中却能折射出很多问题，也能导致很多问题。对于安令荣来说，无论是浮光锦还是皇上的寝衣，都承载着他命运的悲苦与沉重，而那些他因为送礼而受的伤，又变成了一缕缕忧愤，埋入心中，加重了他人格的扭曲和自戕倾向。好了，本期的影片就到这里，喜欢胖妮，辛苦给影片点赞，订阅胖妮，下期更精彩。